1949年，香港因受英国殖民统治，形成了独特的混杂性社会结构，也成为中共获取战略物资、人员中转以及情报传递的重要枢纽。中共地下党员万景光，利用永春堂药店作为掩护，秘密建立起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，直接领导吴石所在的台湾地下情报小组。同年8月，金门登陆战役迫在眉睫，上级要求万景光采购大量盘尼西林运往前线。因组织外汇紧张，他委托中共驻港联络员朱峰，希望他利用其香港合众公司财务主管的身份完成此次的艰巨任务。但是朱峰做梦都没想到，他会成为吴石的交通员。张老板，你看这匹马，它的名字叫黑珍珠。听说今天它一定能进前3。是吗？这么威啊！好，就聽朱老闆。OK， 係，老細，同我買下一場黑珍珠，跑頭3。OK， 300買，好，300。朱老闆，你一向做大買賣的，來盤尼西林，怎麼找上我這種做小本生意的呢？江老板谦虚了，大家都知道，在铜锣湾所有的药材都要在你这边过一道。有多少我买多少，你开个价吧。果然是做大买卖的，够爽快。是这样的，最近盘尼西林的行情见涨，不知道朱老板打算用什么方法付我们？是用美金还是用英镑？我用大豆。师傅，就是这儿。来，给您钱。多謝。进来。楚姐，江老板那个英国佬坐地起价，说有其他人想买这批盘尼西林，要违约涨价。我调查了一下，这个英国佬昨天下午见了一个从广州过来的国民党官员，还见了一个法国人。他要涨多少？3成。3成，简直是坐地起价呀！他会不会是知道了咱们合众公司的背景，名里面说是给咱涨价，其实根本就是不想把这批盘尼西林卖给我们？那倒是不会，英国人只做生意，他不认主意。只要价钱合适，苏联人生意他也会做的。咱手里上哪来那么多钱？姐，你说这怎么办啊？黄豆换西林，德英啊，你帮我去查一下大连那船黄豆到港没有？建峰同志，您让我调查的是一伙初步进展。总裁此前再三严令，一定要在半个月之内完成此次工事修筑，但因建材短缺，福州绥署施工受阻。据悉，刘汝明、李延年、李良荣等人曾在专项会议上就此事发生激烈争执。会上，吴石当场致电木商工会，要求他们尽快提供木料，但遭到对方拒绝。但经过我们调查，那天木商会并未接到任何军政部门的电话。吴次长那通电话到底打给了谁？我们仍在彻查线路节点，但这2件事，吴次长都脱不了干系。卑职觉得他必定有问题。城防工事尚未完成，加上318师突然倒戈，就算有2个汤恩伯固守，恐怕福州也是旦夕可破。我刚刚接到重庆保密局的电报，徐副局长已经在福州和台湾部署了人手，对此事展开全面调查。你们是同事，应同心协力，
和衷共济，才能把这件事办好。建鹏同志，我们台湾保密局也有安排。继父，你这1年的时间，都在这样的环境下做事儿，其实也不是天天都能遇到。舅舅，我看那个牌子上写着“光明报案”，那是什么案子？台工委的共谍把他们办的《光明报》投进了总裁和陈诚长官的官邸。前一阵子保密局刚破了案，抄了基隆一所中学，抓了几十号人。现在台湾就这样，只要跟共谍2个字沾上边，不死也得扒层皮。台工委是什么？共产党在台湾的工作委员会，就是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组织。临时征用的房子，门牌都没来得及换。来，来，先生。爸爸，你刚才为什么捂住我的眼睛？哦，刚才要放炮仗，爸爸怕你害怕。那姐姐和小鸟捂住眼睛了吗？我没闭眼睛，我都看见了。姐姐，你看见什么了？学长，快上楼。骗子！建成，走。哪屋是我住的呀？来，你看这屋就是你跟姐姐的房间，喜欢吗？喜欢。回去，慢点啊。雨勋，我是不是不应该带着孩子们跟着你一起来台湾啊？既来之，则安之。别打球啊！确定是这个地址吗？确定。把车开走。我人就在附近。嗯。
于勋，兄长，哎呦，总长，昨日吴司长与携妻儿顺利入住招待所，司长一家行囊减少，居所也暂时未见外人造访。不过卑职察觉，司长夫人和女儿对来台之事似乎颇有不满。吴司长刚从大陆过来，那边局势复杂，共谍猖獗，他现在又身居要职，掌握核心机要，卑职定当继续严密监察，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。你只管依规矩办事。是，卑职定当尽心竭力。以后全国解放以后啊，我就专职去养鸡，我都养出心得来了。孩子们怎么样啊？小康也过来了吗？小康留在上海了，在军管会工作。老大、老二都过来了，在盐务系统任职。哦，女儿何佳和女婿都过来了。何佳也过来了。过来。老大、老二在盐务系统，那很好啊，既可以掌握民生命脉，又可以方便出入台湾，是很好的掩护身份啊。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你来之前呢，我刚刚得到了消息，咱们的家乡福州已经解放了。真的？那还真是太好了。于勋，这里边也有你一份功劳啊！我有预感，有了你的加入，台湾解放指日可待。于勋啊，我现在好像都能听见咱们解放军吹响了台湾解放的号角。这一天啊，我已经等得太久了。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了，是到了挺起腰杆的时候了。长夜将近，黎明破晓，一个全新的中国很快就要诞生喽。所以啊，你这次来台湾，只用管好一件事，搞情报。我们花了3年的时间，在台湾建立起一张情报网，它会自动的把情报送到上级手里。我呢，给这个情报网起了个名字，叫东海情报小组，上级也批准了。于勋啊，东海情报小组，欢迎你正式加入。敌人一直把我说成是近代政治上最喜欢兴风作浪的捣乱分子啊！现在有了你吴状元打头阵，一定能够在东海掀起大风浪了。胸中快垒正许久，东海可揽北斗镇。孩子都睡了，这都几点了还不睡啊？喝酒了？是见了一个老朋友。既然是老朋友，他不知道你有高血压吗？还让你喝这么多酒，我也喝点酒。夫人，我给你买了别的。这本《乔海棠》，我知道你还没看完，就来了台湾了，所以给你买了一本。我没看完的书可不止这一本。那你就写下一个书单，我一本一本给你买。全部？全部。少成已经22岁了，眼看就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。
兰城一个姑娘家自己在上海工作生活，都需要你帮着拿主意。还有学成和建成，他们正是需要父亲陪伴和教导的时候。别再喝酒了。知道了。难道你不想儿孙满堂，承欢膝下吗？喂，啊，请他进来。总长，吴司长到了，快请。哎呀，学长啊，总算是把您给盼来了。周总长，代理工作而已。过谦了，当下除你之外，还有谁能担当此任？顾总长辅佐总裁前往广州主持大局，我不过是奉命临时代管国防部参谋本部在台湾的各项事务而已，岂敢擅称总长啊！我不管，我就叫总长。好，我就当学长是叫我这个空军总司令了。来，坐。哎呀，最近有没有趁着上任之前去会老朋友啊？去拜会了一下陈长官，约一民兄吃了一次家乡菜。啊，我记得学长跟何穗是世交，没有见他吗？一直有书信往来，但是来了台湾以后，还没来得及见面。怎么了？何穗出什么事儿了吗？我是听到香港的内部消息，说何穗的小儿子何康在上海军管会农林处任职，被记者拍下来了。我知道你们两家交往甚密，我是怕学长不明就里被牵扯进去。我可不想学长满腹才学，没有用武之地啊！本来还想打算约他叙叙旧呢，多谢总长提醒。眼下这个战局的发展呢，着实让人捉摸不透啊。前几个月还打算划江而治，如今政府就一退再退，此番总裁让我管理这个国防部的事务，是福还是祸呀？依我之见，总长一段时间内可高枕无忧。哦，学长有何高见呢？粟裕占领了福州，一路南下，直取广州，看似凶猛，实则该部自徐蚌会战以来连续作战，元气大伤。进至福州，已成强弩之末，短期内无法突破我军在张夏、潮汕地区的重兵集团，东南方向暂时可保无虞。华中倒是必有一场恶战，林彪休战已久，对湖南志在必得。但是守贵必先守乡，李宗仁代总统不会坐视不管，白建生、小诸葛也不是浪得虚名，无需总长督促，必会拼死抵抗。所以我说，一段时间内可高枕无忧。哎呀，总裁真是有识才之能啊！这以后工作上，是难免要倚仗学长了。总长信任，我定当尽心竭力，全力以赴。别动！哎，搞什么？不行了！
师长，人肯定没走远，药还接着呢。守株待兔吧。一组守前门，你带着2组守后院，注意，不要留下痕迹。是。快查一下。是。小康被记者拍到，照片在香港编了报。前天我就接到了撤离的通知。那您怎么还不走啊？我等你啊。酋长，我只能送您到这儿。给你的材料，还有和交通员联络的信物和暗号都在这里边，你收好。交通员叫张浩，也是老地下了。他现在的身份是轮船公司的大副，电台就藏在船上，出海的时候才用。所以像测向台、查电表，都找不到他，很安全。这个电台是用于紧急联络的，平时不启用。好，如果有重要情报和紧急情况，我再启用它。你在台湾有什么困难，可以去香港永春堂药店找万景光，万经理。还是用这里的信物和暗号。我回头跟他联系一下，把你的情况告诉他。记住啊，和他接头必须是你本人去。明白了。我呀，最近一直在查，究竟是谁在2周之内渗透了基隆工委，以致基隆工委全军覆没。查到了吗？这个人叫古正文，是保密局侦防组组长。今后如果你跟他打交道，记住，千万不可小觑。知道了。东海小组交给你了。好，酋长，那之后是不是我们连书信都不能往来了？是的。不过你放心，如果有紧急情况，我会给你写信。何遂临别前告诉吴石，9月21日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届全体会议已将北平更名北京，并定为首都。1949年10月1日，新中国建立的伟大时刻就要到来。人民政府官，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。我军分头截击，激战甚烈。汤司令恩伯表示，今夏堡垒，固若金汤。快，直接发55军。团队队，你们准备好了没有？什么就一架？一架也给我派出去！汤恩伯联系上了吗？还没有，继续联系。是。学长，厦门失守了。汤恩伯不是说他的厦门要塞固若金汤吗？不是说守个3年5年都没问题吗？这才3天。共军用佯攻牵制了汤司令的预备队，趁机在北半岛建立登陆场。
陈长官也是接到了厦门电信局局长的电话，才知道共军已经攻入市区了。伤亡情况怎么样？部队能撤出来吗？报告，目前可以确定，北半岛第74、182两师以及市区和鼓浪屿第29师全军覆没。南半岛第68、96军余部凶多吉少，只有160师比较完整，随汤长官撤到了金门。保守估计伤亡接近。停。伤亡接近3万人。总长，厦门已经丢了，金门近在咫尺。偌大一个党国，居然派不出一支部队驰援金门。陈长官，胡琏的12兵团此刻在何位置？应该快到舟山了吧？胡琏所部如果能驰援金门，当然是最佳方案了。可是名义上，12兵团仍归学院将军指挥。我不便调动啊！报告，总裁急电。总裁所令，即日起，胡琏兵团划归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指挥。委文，你亲自给胡将军发电，令12兵团18、19两军调转船头，赶赴金门。是。总算解了燃眉之急啊！哎呀，于兴兄啊，你这次又和总裁想到一块儿去了，不愧是总裁钦点的武状元啊！陈长官过奖了。此公用兵向来果决，学长也不必过谦啊。总而言之，如今我军在金门突然有了6万多精兵强将，而共军既无海军也无空军，就算他们叶飞10兵团的10万兵马都砸到金门岛，也必然是有来无回呀。诸位，不遇的这记回马枪，切记要悄无声息才能杀得漂亮。今天的会议内容，仅限在座的诸位。此公尽管放心，我们当中难道还会有共谍？学长，总长，哎呀，老实说啊，我今天刚得知厦门失守的消息，我是真觉得福建没得打了。你看看，厦门有机场，有要塞，有城市，不是还是只守了3天吗？金门有什么？残兵败将。现在好了，我这个空军总司令也算是可以松口气了。是。哎，到我办公室去，刚来的洞顶乌龙，咱们好好的泡上一壶茶，放松放松，聊聊天。走。总长，喝茶改天。最近可能是因为太紧张了，有人头一直晕晕的，血压居高不下。我跟您告个假，抽空去医院看看。哎呦，那得赶紧去啊！你都说了好几宿了，咱们现在这个岁数啊，不比保定军校那会儿，是身体要紧。赶紧去，茶叶我回头让人给你送过去。好。马上联系老张，赶紧换编程。老师，今天不是接头的日子，正平时安排准备的不充分，我怕会有问题。来不及了，陈诚已经下令，让胡琏2个军增援金门，金门守军的兵力陡增了3倍，渡海登岛作战就是解放军最薄弱的环节。
如果胡琏增援荆门的情报送出去的话，解放军将在毫无制海权、制空权和纵深的情况下，以进攻守军2万的作战准备，背水强攻6万精锐拔哨的滩头阵地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这个险是必须得冒。等会老张接完头要回基隆，肯定已经是宵禁的时间了。我先去帮他办通行证，再陪你去医院。没有时间了，你先送我去医院，回头办好通行证，再到医院来接我。可是我担心您的安全啊。没事儿，兄长走了以后，我跟张浩在医院接过3次头，他很有经验，有危险的情况下，他不会和我见面的。张浩，你到底要见个谁了？先生，要盘尼西林吗？新到的货啊。胡次长，新到的货啊。胡琏率18、19军增援荆门，近日击塔。去丹阳街啊！不拉了，走啊走啊！不拉活，你停在这干什么啊？快点走啊！到店们。一群臭货！别动！啊！让开！走！都别动！动我打死他！都别开枪！退后！别伤吴次长。次长，我说这么大阵仗呢。开门！开门！开门！好，好，你别冲动。快点！快以后！站住！再给我开枪了！快点！快站住！上车！快追！有我在，他们不敢开枪。杜月华，是我大意了。没有，多亏你发现了。怎么开的车？
快！你小心点啊！干什么呀？别开枪！吴次长在车里。快走，快走！组长开枪！杀人了！谁开的枪？谁先开的枪？哎，吴次长，我。吴次长，吴次长，是我开的。是你先开的枪？是，属下是保密局侦防组组长古正文，御驾不严，让您受惊了。堂堂国防部参谋次长，坐在陈诚长官送他的车里，你居然敢开枪！谁给你的胆量？你不怕死吗？你向他开枪！国防部一共也没有几个参谋次长，怎么就那么巧？出现在共谍接头的地方，怎么就那么巧，被共谍给挟持了？您真觉得这是巧合吗？我们对张浩在基隆的住处进行了监听，他接到一通电话之后，马上按照电话里的指示赶往台大医院，要以贩卖盘尼西林的名义进行接头。我们怕打草惊蛇，提前赶往医院设伏。当天，张浩一共向4人贩卖过盘尼西林，其余的3个人都已经带回侦防组进行调查，基本可以判定没有通共嫌疑。目前嫌疑最大的就是吴氏次长。电话的源头你查到了吗？吴次长跟张浩的谈话内容你听到了吗？还有，从张浩身上你找到什么证据了吗？都没有，那就是口说无凭。你让我怎么跟上峰交代？那个男人用的是公用电话，
并且声音经过处理。行了，可见对方之狡猾。下去。是。给我接吴石次长。吴次长，我是毛人凤。